科技信息补全，每周带你看科技事件第9期。有一个非常火的开源小说软件叫做阅读，使用它几乎可以免费看各种电子书，但是阅读本身是没有任何书籍资源的，需要导入书源才能使用。李跳跳在停更之后也是需要导入规则进行复活。这种软件模式叫做枪弹分离模式，是目前很多资源类软件为了规避风险常用的模式，即软件本体不包含任何内容，需要用户自己导入源才能使用。比如异次元是一个可以添加图源的软件，导入漫画网站的源后就可以看漫画。 TV Box 是一个影视类软件，导入视频源后可以看各种视频和电视直播。目前枪弹分离的软件越来越多，你可以把你知道的在评论区分享各种软件源的网站和帖子也很多。比如这个源仓库就整理了5个资源类软件的源，可以一键生成链接订阅。GitHub Ranking。GitHub 是没有官方排行榜的，只有一个趋势榜。GitHub Ranking 是一个仓库排名的项目，它每天会自动抓取数据并制作排行榜，其中有按 star 数排行的榜单，按 fork 数排行的榜单，各大语言的榜单。如果你想知道哪些项目在 GitHub 最火，那关注这一个项目就够了。2 30 Days of Python。 这个项目的作用看名字就知道，30天学会 Python， 并且它有官方的简体中文版，但目前好像还没有翻译完，正在更新。3 Playcover。 是一个 Mac 系统上的 iOS 模拟器，可以让我们在系统高于 12.0 且是 M 系列芯片的 Mac 设备上运行 iOS 平台的软件和游戏，并且支持和安卓模拟器类似的鼠标键盘操作。4 ManorU。 是一个一站式数据提取工具，它可以把 PDF、网页、电子书文献中的内容提取出来，转换成 Markdown 格式并自动排版。5 Awesome。 之前给大家分享过， Awesome 是在 GitHub 上最大的一个项目系列，这个系列的项目很多都非常实用。比如我想找 Windows 上好用的软件，那就可以搜 Awesome Windows， 这里全都是各种好用的资源。比如我想找 Java 相关的内容，就可以搜 Awesome Java， 这里全都是 Java 开发的优质软件。而名字就叫 Awesome 的这个项目则收集了各种类型的优质开源资源，就像是开源界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足足有317K star。 1互联网网号。2024年7月26日，公安部和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该意见征求稿中拟建设国家统一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平台，并为自然人提供申领网号、网证以及进行身份核验等服务，鼓励有关主管部门、重点行业资源推广、互联网平台资源接入。接入后，互联网平台不得要求用户提供明文的身份信息，而只能通过公共平台校验身份。它的流程大概是这样的：首先，我把身份信息提交到统一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并获取到一个网号，这个网号相当于我在网上的虚拟身份证。各大 APP 想要知道我是不是真人的时候，只需要去公共平台校验网号就可以了。公共平台会返回认证结果，证明我是真人，而不会透露我的现实身份。目前，国家网络身份认证 APP 已经在多个应用商店上线，并且已经在试点 QQ、微信、U2306、小红书、淘宝等互联网平台的多个场景。我的评价是，晚了，各大互联网公司早就知道我是谁，甚至知道我家住哪儿，我喜欢什么，我认识哪些人，他们比我还了解我。2 GPT-4o。 在今年5月的发布会上， OpenAI 提到的 GPT-4o 语言模式 Her 正式开放内测。根据内测用户放出的视频来看， Her 支持多种语言，可以提供情绪支持，在讲故事的时候可以生成背景音乐，支持绕口令。但目前它的多语言支持明显还有问题，比如他说中国话是这样的：没问题。比如说，中国的文化非常丰富，从美食到传统节日都充满了特色。3 iOS 18.1 开发者预览版 Beta 发布，一系列 AI 功能以及通话录音已经上线。4 英特尔13、14代延长2年保修。由于存在可能会崩溃的问题，英特尔发布声明，将会为英特尔13代和14代台式机处理器用户延长2年的保修支持。5英特尔裁员 1.5 万人。英特尔周四给员工的一份备忘录中宣布，为了削减开支，将裁员 15% 以上，即15000名员工。英特尔 CEO 称，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决定。6蔚来自研芯片。蔚来官方账号发布消息，蔚来自研全球首颗5纳米智能驾驶芯片神机 NX9031 流片成功。该芯片和底层软件均已经实现自主设计，拥有超过500亿颗晶体管。
7. 微信地震提醒，微信上线地震预警功能，搜索小程序中国地震台网即可订阅该服务。在遇到地震时，微信将会推送提醒。安卓手机在锁屏状态下还会收到全屏预警提示和震动。1. 为国家安全看广告。360 CEO 周鸿祎在互联网安全大会的演讲中表示，360集团10年累计投入了将近300亿人民币做网络安全研发，安全赚钱不太容易，所以360主要靠互联网广告的收入补贴安全业务，用户是在为国家安全看广告。所以360至今也形成了一个比较奇葩的商业模式，用互联网广告的收入补贴安全业务。所以这里我也特别感谢我们广大的用户的支持，应该说你们也是为国家在看广告。2. 周鸿祎被门夹。7月30日，周鸿祎在体验某电动汽车时，工作人员称该车型的车门有防夹功能。然而，周鸿祎把手放在门缝处体验时，防夹功能没有启动，随后爆发出一声惨叫。3. 搜狗输入法漏洞。北极星安全实验室发文称，搜狗输入法存在零 day 漏洞，可以绕过 Windows 锁屏。该方法目前仍然有效，且 Windows 11复现成功。随后，北极星安全实验室又发文章称，搜狗零 day 疑似钓鱼。4. 123云盘反诈。近日，真不限速提供2T 免费空间，运行多年的123云盘，官方域名在部分地区会跳转到反诈中心。7月31日，123云盘官方发文表示，遭受不正当竞争，不明身份者使用该私信息虚假交易，并举报到反诈中心。目前，该文章已经删除。5. 小米全球社区屏蔽中国 DNS。有 V2EX 网友发文称，小米全球社区屏蔽中国 DNS， 在中国境内无法访问。6. 互联网关闭开关。马来西亚法律与机构改革部部长透露，互联网关闭开关相关的法律提案将于今年10月递交到议会。开关建成后，可以使用它屏蔽部分互联网中的内容，让网民无法访问。各大互联网公司其实基本上都是靠广告挣钱，广告收入是他们重点中的重点。免费使用、广告变现的模式是互联网的主要商业模式，而这些广告曝光和点击的单价相差一般差距非常大，甚至能达到上百倍。比如软件的开屏广告，你只是看一看，可能软件只能收到1毛钱，但如果你点进去，软件就可能收到1块钱。所以互联网广告会用各种手段让你点进去。屏蔽广告的行为也是各种互联网公司的眼中钉，开发广告屏蔽软件很可能被告上法院。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我是玄力99，我们下期再见吧。